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伦好，各位朋友好。还有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美伊开战已经进入到第4周了。好，目前的战争重点，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哦。礼拜二的清晨，其实伊朗这边有进入到他们真实承诺4的第79轮行动。好，那革命卫队说他们发射的是城堡破坏者海马尔还有伊马德型的飞弹跟无人机，突破就是以色列的多重防御系统，那打击位于特拉维夫北部跟中部的情报机构据点。好，有相关画面的释出。好，但是我们也看到啊，特拉维夫的居民啊，真的是瑟瑟发抖，因为不是有铁球吗？结果人家的飞弹还是炸得进来哦，直接砸到了他们的市中心。好，伊朗频频发动飞弹的空袭，那以色列一晚哦就发布了高达7次的空袭警报。好，甚至你可以看到画面上有一枚携带100公斤的弹头巡弋飞弹是攻进了市中心，所以居民吓得大喊说啊，爆炸就在我们头上，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哦，真的是相当的吓人。好，当然伊朗啊现在也有攻击另外一个地方，好，就是科威特的机场，好，说疑似是伊朗的无人机。好，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哦，是科威特的国际机场哦，一座储油槽疑似遭到了无人机的击中哦，那疑似就是伊朗所为。科威特的民航总局哦，紧急派了应变小组前往控制火势。好，所以看到目前伊朗的攻击是持续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新的转折，也就是在昨天下午哦，台湾时间的时候，伊朗的媒体有报道嘛，说伊朗的外长阿拉奇有跟这个美国特使魏科夫通话，好，说有同意要跟美国谈判。好，那我们也看到了，现在伊朗就说，我不要再跟库许纳还有魏科夫谈了，我这次要跟的就是副总统范斯。好，他们已经表明了不要再跟这2个人谈。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记得吗？2月28号这一天哦，是美国跟以色列这个突袭伊朗。他们在2月26号的时候，其实才跟这2个人谈过核协议哦，那还是突袭了，所以现在他们2个就不被伊朗信任了嘛，好，那现在伊朗最新任的这个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啊，也是直接放话说啊，跟美国的47年矛盾要做个了断。我们来听一下。با گرفتن همه خسارات ما تا برداشتن همه تحریم‌های اقتصادی و تا گرفتن یه تضمین حقوقی بین‌المللی در عدم مداخله ایران در عدم مداخله آمریکا در بحث ما با آمریکا فقط جنگ 12 روزه و جنگ رمضانه یا نه یه ماجرای 47 ساله است که همینجا دیگه ما باید پایان بدیم به مسئله。好，要做个了断，是不是就是所谓外长阿拉奇所说的要跟美国来进行谈判呢？但是目前看起来，伊朗内部好像也有一些分歧，像是伊朗任命的新国安首长，军方的发言人是扬言战斗还会要持续到完全胜利，所以谈不谈要革命卫队说的算吗？那伊朗现在谈判的姿态有点转硬哦。甚至希望美国可能要做一些重大的让步，因为美伊如果认真谈判伊朗不仅要求结束战争，当然还会要求美国保证不再对伊朗军事行动，甚至还要赔偿战争的损失。伊朗也会想要赫姆兹海峡的正式控制权，那这些对川普来说就可能是红线。那此外，伊朗也将拒绝讨论为这个弹道飞弹计划来施加任何的限制。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伊朗它的这些条件通通都踩得很硬，那看起来美国也不会答应啊，所以美国现在呢也有在讨论到底要怎么样来进行这个下一步的动作。但是伊朗就说了，我们已经被骗2次了，不想再被愚弄了美国媒体就说啊，一位直接了解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的官员已经告诉他们说啊，试图促成美国和平谈判的国家，那已经被川普骗2次不想再被愚弄了。好，那川普说啊，这个伊朗会送给他们一份大礼，说礼物今天到了，是一个非常贵重的礼物，价值连城，但是他又不愿意透露这大礼是什么，一直卖关子只说跟核能无关，倒是跟石油还有天然气相关，且意义重大。好，那大家就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什么呢？好，不过我们也看到美国这边有提出说要怎么样来跟伊朗
来做停火协议。提出的是15点的停火方案哦，说美国是透过了巴基斯坦哦转交给伊朗的。好，那这15点的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大家想说，可能真的要讨论有下文了吧？结果呢，又发现啊，川普批准了向中东部署的一支空降兵部队，还有一支海军陆战队都在赶往中东，而且预计在27号抵达。好，27号呢，正好就是川普之前说要拖延这个延后这个炸伊朗电厂5天的最后期限。所以大家想说，蛮奇怪的，难道现在是一种苦肉计吗？那美国的前 CIA 局长说啊，对于美伊谈判他相较于川普，他更愿意相信的是伊朗。好，所以现在看起来各方都有各方的讨论跟条件，那到底能不能真的和谈或是谈判成功？我们要先问的是永明教授。各位，我觉得现在美国跟伊朗双方其实大概都觉得可以接触，可是因为缺乏互信，尤其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但是现在有巴基斯坦、有埃及，还有土耳其，过去这几天不断的在穿梭。巴基斯坦的参谋长亲自打电话给川普，他曾经去过白宫跟川普一起吃午饭。巴基斯坦的总理也打电话给伊朗的总统，这都是在昨天、前天。所以呢，现在有可能在巴基斯坦把这个桌子摆出来，巴基斯坦的首都然后是不是明天3月26？现在还有一个说法，要到下个礼拜。目前我们知道，美国这边已经推出了15点的这个要求，然后呢，川普这个是巴基斯坦这边传出来的消息，川普已经指定由副总统万斯以及国务卿 Rubio 来负责这个谈判，因为他知道。他的女婿Kushner 还有那个中东特使2个人，其实在2月底的时候跟伊朗谈，伊朗都愿意把440公斤60%的浓缩铀拿出来稀释了，那等于基本上是愿意放弃了。结果你还整个打过来，所以他们对他没信心。而 Kushner 这过程当中还到处去募资，为他自己50亿的基金，所以川普也了解。那现在万斯一开始对这个态度其实是很坚定的，我们现在不确定是不是会由万斯来主导，但是15点的协议已经曝光了，以色列的第12频道已经讲出来这个15点，我不确定是不是真但是呢已经有这样子说出来，前面3个是美国愿意裁撤掉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后面4到大概12项，基本上除了第6项之外，都是在谈伊朗的核设施以及未来的核能以及相关的发展，那其实回到战前伊朗大部分都同意的情况。第6点谈的是有关于伊朗发展弹道飞弹的问题，所以这些东西都呈现出来。倒过来，伊朗也提了6点，要美国道歉赔偿，要美国开放，解除所有的制裁。所以如果中间有交集的话，将来我们看这个在谈判桌上是不是彼此能够把自己的要求拿出来。可是同时这也采取了，就是因为彼此不信任嘛，所以彼此也采取了战争边缘。伊朗持续的在对以色列轰炸，我觉得伊朗现在采取的是要分化美国跟以色列。那知道这个战争完全都是那个内塔尼亚胡在主导，内塔尼亚胡现在已经持续的在针对真主党做地面的攻占。加拿大开始在谴责以色列占领别的国家的领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有一点，美国川普想要跟以色列划清界限吗？不要那么乐观。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其实的情势对美国而言，因为他没有选项了，要不然你就打地面战争，要不然你就占那个哈尔克岛，要不然你就把荷姆斯海峡拿回来，以上皆不可行。为什么？第一个，他军力做不到；第二个，伊朗就是跟你玩一个以牙还牙、玉石俱焚，然后呢，你就回到那个48小时的最后通牒，他做不到，他也不能做，他也不敢做，所以呢，基本上就把这个情势谈出来。而且我个人觉得，川普也赚得差不多了各位，你看看这个 CNN 的报道，他从在关税战的时候到格陵兰，到这次整个伊朗这个战争他每次的放话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些动作，都在开盘前都会去看那个数字的变化，就是他会在看那个线
玩股票的人就知道，会有人帮他在看那个线，然后呢，他就会做一些这个动作，说啊，现在准备不打了，说现在我们要怎么样？你看那个股市那个上上下下，尤其美国的股市，那亚洲的股市这一两天稍微冷静下来，没有那么的信任川普的话，所以呢，你看到说昨天的时候呢，没有太大的变动，但今天大家都大涨，所以因为看到伊朗的一些情势，还有最后补一句话，伊朗昨天的外交部长跟中国大陆外交部长王毅通电话了，在这个时间点，3月24号，王毅说谈得好不如当然比打下去要好，所以呢，中国的态度是希望伊朗能够谈。那这个时候，中国的加持跟就是等于是某种程度的鼓励，对伊朗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强心针。我们过去都说政经没有办法分离哦，那现在川普是把政经永久的紧密结合在一起哦，发挥到淋漓尽致。好，那因为有关战事的部分，我们问舰长。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以色列的人民问铁穹在哪里？其实铁穹从来就不是来拦截弹道飞弹的，它从来这个我们看到以色列它其实是一个多层的一个防御体系，最下一层的才是铁穹。铁穹真正也就是这一个飞弹啊，它真正拦截的是火箭弹以及迫击炮、榴弹炮等等啊。那如果说要面对现在伊朗的这种攻击的话啊，其实它很难防御。为什么？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一个画面啊，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法塔赫2型的这个飞弹啊，已经升空了。法塔赫2型啊，其实就是这个飞弹。这个飞弹其实它已经是高超音速的飞弹了。那这一种飞弹本身呢，那其实截至目前为止，你不要说你有萨德了，那其实你有这一个陆基神盾都不一定能够拦截。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啊，之前这个法塔赫2型的飞弹，实际上陈列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他们那时候的神学士的最高领导人，他其实有去看过这个飞弹啊。那其实现在美国跟这个伊朗说要谈来谈去，真的可以谈得成吗？那真的如果说没有加上以色列的话，真的谈得成吗？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来看啊，这个进攻的这个现实主义大师啊，米尔斯海默他就讲到说啊，其实对于纳坦雅胡来讲，他一直主张将美国拖入这个战局，而且呢，他其实我们之前看到前一位国务卿他也证实这件事情，那也就是拜登没有上当，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一个川普他就直接涉入了。那我们想一想啊，对于这一个纳坦雅胡来讲啊，他曾经写过一篇啊，也叫做 King Break。King Break 其实这一个是什么？也就是彻底决裂，他要保障这一个国家的一个那个安全的新战略。这个是在上一个世纪写的。他的那个结论到底是什么？他的结论也就是有关于伊朗以及伊朗的这一个代言人，无论是这一个真主党啊，无论是胡塞组织啊，还有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的部分，通通要扫除而扩清之。那所以现在谈来谈去呢，如果谈得出结果的话，那我们想一想，2018年那个时候的总统，也是川普啊，他何苦要退出这个P5+1的那个伊核协议呢？所以我们讲到说啊，那你说为什么要问米尔斯海默？因为米尔斯海默之前他就写过一本书啊，那也就是这本书叫做《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他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呢，其实尤其是中东跟以色列的这一个游说集团有绝对性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来看现在的现况的时候，不妨一定要把以色列一起放进这一个框架。好，所以不只是美伊，还有以色列，可能都要一起加入这个谈判的部分。好，我们先问健身教授。我想很简单哦，川普反反复复，目标一直在改变哦。那而且上一次已经
说谎了一次，就是说你正在谈判当中，结果攻击了。所以你觉得伊朗会完全相信吗？我觉得当然不太可能。再加上我们也看啊，这个82空降师啊，你的这个军力也没有说好像停下来，还是继续要往这个伊朗这方面来朝着迈进嘛。所以看起来就是伊朗会觉得说，假如我今天松口气，觉得在跟你和谈了，结果马上你就打过来了，所以一定要非常谨慎。那他们点名范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看美国，包括美国国内的政治，或者是说啊，整个在这个伊朗的战争当中，范斯大概是最反对用武的啊。那大家还说，因为打了仗以后，范斯好像没有声音了，因为他反对用武，那结果今天用了。那你还有什么话好讲？可是呢，就是因为他反对，那现在对可能来讲，川普搞不好玩两面棋哦，叫两面手法，就叫川普不要叫范斯不要讲话，留这一手可以来跟大家外面继续来沟通。那当然，范斯也希望说，看这个战争那么不顺利，他如果出来谈的有一些结果，对他2028年选总统当然有帮助啊，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这个战争这一段期间看起来Rubio 比较好像出风头一些因为好像更得到川普的信任，所以范斯今天本来一位副总统要选，就现任的副总统要选总统相当难，因为现任总统的包袱你都要扛，你也不能说批评他因为这个大家会觉得说你是靠他上来的，你怎么能够批评选你当副手的人，所以很难。那当然要做很完美的切割，但是如果他今天在结束伊朗战争这件事情上面有很大的贡献，那我相信对他未来的选情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今天看我觉得这个这个领导人，这个 CIA 的领导人讲的这句话真的很好，就是以川普这种反反复复的个性。我宁可相信别的国家讲的话。大家今天有谁敢跟川普谈成任何协议？我们常常在讲说，从去年4月2号开始的这个所谓的关税就是这个对等关税，反反复复几十次。有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要带领世界，然后均无戏言，每天在变他的目标，每天在变他的这个想法。那我觉得大家都会说，那我慢一点。我觉得就是一个骆驼在那边，陀螺在那边转，你等它停下来好了再跟他打交道，因为他不晓得自己会转到哪里。所以我觉得真的，任何国家，包括伊朗，你跟川普打交道，稍微冷静一点，让他自己过2天他又变了一个我觉得很像什么？我在德州住的时候，德州的他们说天气多变化。他说，假如你不喜欢现在的天气这个留多一下时间，马上就会变好了。好，所以如果在台湾的话，就是春天后母面，对，变化多端对，这没有办法掌握。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当然我们期待美伊之间能够有所谈判的进度，但是真的有办法谈判成功吗？我们其实也看到伊朗还是持续有最新的行动刚才在早上他们其实就有真实承诺4的第80轮行动。好，他们革命卫队是用飞弹对以色列的北部地区来进行战略要地和军事中心实施了打击。好，这也是比较新的画面出现了。好，此外，以色列中部地区特拉维夫等地区跟北部地区的美军基地还遭到了液体跟固体燃料导弹跟攻击型无人机的打击。好，所以现在大家就想说这谈判到底有没有谱因为看到了伊朗的革命卫队其实也向以色列跟美军基地持续的有发射飞弹。以色列的军方有证实说周一晚间侦测到了自川普发表谈判言论以来有首批来自伊朗境内的飞弹袭击。也在耶路撒冷的上空传出了拦截的巨响。好，那目前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其实蛮担心的他认为说川普可能会达成一项远低于以色列目标的协议。好，不仅包含的是重大让步，也可能会限制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的能力这是以色列的消息人士所说。好，所以美伊谈判其实
在画的人哦，包含了是以色列哦，不知道会谈出什么。好，那现在说美国开条件呢，就像是投降协议，那以色列之一哦，美伊能否谈成功吗？好，这以色列的高层官员说啊，川普显然是决心要跟伊朗达成协议来结束这场战争。不过，美国向伊朗提出一系列要求哦，就形同像是一份投降协议。任何美国跟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哦，伊朗看起来哦都不太可能会同意。好，所以我们才说嘛，这场谈判哦，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有进度哦。那我们希望赶快结束战争哈，以免牵动到的是其他国家哦，一起是受连累。好，那我们再看到以色列哦，有说伊朗的军事行动仍然全力的在推进哦。那伊朗袭击以色列这个城市啊，还有美军中东的基地。那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兹就说啊，这军事行动看起来哦，没有在 delay， 也没有稍微变弱，根本是一个全力在推进的状态。好，那他说以色列官员补充表示哦，尽管川普宣称哦是希望结束冲突谈判正在进行，但以色列方面仍然是继续的对伊朗来发动打击。好，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说本轮美伊以的冲突爆发，已经打击了超过300个伊朗的目标。我们就来看 before after 的状态哦，这是3月12号德黑兰东部的一处被炸毁的这个房屋。好，另外一个则是3月23号德黑兰东部另外一处被炸毁的房屋哦，看起来全部都是非常的糟哦，因为一整个打下去哦是断垣残壁的。好，那以色列的防长哦，然后也有特别讲到说，以军哦将往北占领直到利塔尼河的黎巴嫩南部的国土。好，这是以色列首度明确的表示有意夺取这块占黎巴嫩领土将近1/10的土地。好，所以以色列的目标不只在伊朗，还包含了黎巴嫩他们希望能够占领他们的领土。那以色列现在轰炸真主党哦，我们也要看到一些画面哦，因为真的蛮惊心动魄的。这是以色列空军摧毁了黎巴嫩贝鲁特的一栋建筑。好，你看到整栋楼是直接垂直崩塌，还扬起了大量的烟尘。好，根据军方的说法，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作指挥中心。好，但是这也是以色列他们军方说的哦，没有人能够证实到底是不是。好，但是这画面确实蛮震撼的。那现在川普啊，好像想要甩锅因为呢，他要空打这个伊朗，那大家当然就说是他的决议嘛，但他说不是哦，不是我哦。我们来看他甩锅给谁。Into the Middle East and eliminate a big problem. And Pete, I think you were the first one to speak up, and you said, let's do it, because you can't let them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at's why we see ourselves as part of this negotiation as well. We negotiate with bombs. 好，我们看到前面这个画面的时候，赫格塞斯其实蛮尴尬的然后后面还有在补充说其实国防部也有参与啦好，那当然伊朗无差别的乱炸，沙烏地跟阿联逼近了参战的临界点。好，《华尔街日报》说啊，根据知情人士说法指出原本抱持避战的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联他们因为不满伊朗频繁的对他们进行无差别攻击，所以现在立场转变有可能会来参战。好，如果这样的话代志就大条啊好，川普呢也被迫要向向波斯湾国家来开账单。好，开什么账单呢？因为呢他也向波斯湾国家施压说你看我们美国参与伊朗的冲突有花很多钱要么就出5兆的美元延续战争，要么就出2.5兆美元来结束延续战争跟结束战争。好，说这2.5兆将用来支付战争的开支并未取得这个实质的战果来进行买单，所以他希望波湾国家2.5兆美元来结束伊朗的战争。你看川普什么都是钱，有时候在股票之前放话，那现在又跟波湾的国家来索取一些费用那当然看起来就是川普现在能不能谈下去，一轮是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我们就来问永明教授。一轮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战争是一个非法的战争，这个战争是一个侵略的战争，这个战争是以色列跟美国共同去攻打伊朗，造成超过1500人甚至接近3000人的死亡，2万人受伤。但是川普很讶异的是4个讶异。第一个，他把这些高层给杀掉，结果神权政府没有瓦解，没有倒台。第二个，他意外的是神权政府还能够 fight back 报复
而且打到后来，美国跟以色列有一点招架不住。第三个，他很压抑的是，这个伊朗可以控制荷姆斯海峡，造成国际油价的变动。第四个压抑的是，他的盟友都不跟着他，反而有些人在骂着他。这当然，因为你是非法，你是侵略的嘛。可是伊朗的反击报复，他以牙还牙，他基本上第一点，你打他什么层级，他就回应你什么层级。你打他的天然气设施南帕尔斯，他就回应打你在波湾的能源设施以色列海法的炼油厂。你打他的核电厂，他就打你的就是以色列的核弹基地。他现在可以做到。然后有一个数字各位不知道哈，这个是半岛电台统计的数字，到现在为止这一直不断的增加。以色列的受伤人数从2月28号到现在25天，以色列只有死亡18人，但他受伤4825人，蛮多的。怎么会受伤4825人，而且都是要送医院？最后重伤的有100多人，换言之，都是被飞弹跟无人机打到，然后呢，房屋受到损坏，然后人员受伤。4800多人，要多少个建筑受到影响？多少枚飞弹跟无人机？那同时，以色列现在我们也都知道，它的防空能力、拦截飞弹能力几乎已经见底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川普大概也知道，这个战争再打下去的话，除非美国愿意要动用真的大型的攻击，但这个东西他大概没办法负担，或者是他自己也赚够了，因此他愿意跟伊朗谈。那伊朗大概也看到这一点，那同时伊朗在区分以色列跟美国。你看刚才讲川普甩锅说，这个是这个赫德塞兹战争部部长他想要做的，他还另外一个神逻辑啊，这个神逻辑跟我们赖清德总统一模一样。他昨天也说，我们要攻击伊朗达成的目标之一是政权更替，我们做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前面那些做官的人都被我们给干掉了，现在新上来的强硬派都不是以前的人了。哇，这个叫做政权更替 （regime change）， 这不跟赖清德总统一样吗？我们去年做到如何家园，今年就可以发展已经达标了这个核能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但这表示什么意思？他要下车了。他要下车，他准备要找下台阶。那奈坦雅胡呢？现在碰到问题了，因为这其实《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很早之前就说嘛，这是一个人的战争，这是奈坦雅胡的战争。那现在他要怎么去收拾这个问题？我觉得他继续打下去，他要跟伊朗继续的对下去。那但是美国可能会抽手，那会不会不顾以色列呢？我们来看到后来两个哥俩好变成两个对立的这个。就是在伊朗战争上面，两个对立的政治领袖也不一定啊。好，舰长怎么看现在的战事？如果现在这个美伊双方谈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话呢，那美国就等着一脚踩进这个泥淖里面。他如果踩进去的话，他就要做持久战的准备。那也就是那个阿富汗当时的状况又要重现了。不过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也就是伊朗他。一开始，他的这个高层领导人一次被一锅端之后，马上呢他就进入了去中心化的直管，然后有序的，然后而且数量受到约制的进行攻击。那但是呢，他如何做得到这个对等攻击？意思也就是。当他后续的这一个直管体系开始建立的时候，他又从这个去中心化的直管呢，又开始变成集中直管，他才知道目标在哪里，他要新攻击的是哪一个目标啊？那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说，作战的当下绝对不是一套直管用到底啊。那另外我们来看刚刚讲到的82空降师，一般的研判，那他到达了这一个，无论是伊拉克或者是科威特，其实他要针对的，也就是我们讲的科尔克岛这个位置这是一个可能攻击的位置。可是海上的兵力在哪里？海上的兵力，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个密商的这一个商用卫星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到了迪亚哥加西亚岛了，而且这一个时间还是23号的，那也就是它现在更接近我们讲到的霍姆兹海峡。那霍姆兹海峡的部分呢，其实前一段时间，也就是我们看到的3月18号，
中央司令部就已经打过一次了，也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他对于霍姆兹海峡在伊朗这一侧的这个部分进行一次轰炸。他为什么要进行轰炸？其实也就跟我们刚刚讲到的迪利波里号他带的这个远征打击群有关。这个打击群呢，未来最可能的也就是我们不知道他要攻击哪个岛屿，不过他当时攻击的地下掩体在这个位置。那在这个位置呢，也就是他要发射无论是弹道飞弹、无人机，或者是巡弋飞弹，都从这个地方。但是大家不觉得这个兵力有一点薄弱吗？的确是。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全狮号的两栖打击群也已经出动了，但是它更远，他现在的他才刚刚从这个不是，他是刚刚才从这个 San Diego 出发，但是美国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兵力，但是这个兵力出现了，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远征机动基地舰，它已经在过新加坡海峡了。当这一个其实它是8万吨的军舰进入到那个伊朗的边界的时候，那其实大战就会即将开始。对，所以大家就有人在讨论嘛，怎么好像一边在要谈一边又好像要打这个完全摸不着头绪。郑生教授，川普很希望他的这些部属要完全的忠心 ，loyalty 很重要你看那些不满意，他把它革掉了。但他对他的部属没有 loyalty 你出卖你的部属，对不对？常常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loyalty 是 two way 的是双向的，你不能你天天要求人家，结果你自己出卖你的部属我觉得赫格塞斯就是被他当场打了一个耳光嘛，就是你今天明明到最后，我记得赫格塞斯有一次被记者问到，他说你们到底提供什么？他说我们提供了所有的这个想定就是各种的 scenario 都给川普，而最终要做决定的是总统本人。那你现在总统就说我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要打了什么然后就说他好像变成是这个参谋会议那个联席主席跟这个国防部长2个人有兴趣打，我们好像没有阻止他，怎么可能？你自己是总统，所以我觉得川普真的是一个很坏的一个领导人，就是你做错决策而不承认，你看每天在改来改去，甩锅甩到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这么忠诚的部属，你照样甩锅，我觉得很不应该那另外，当然我最近看这个，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黎巴嫩黎巴嫩是他真主党在那，所以以色列去打他。可是呢，伊朗也没有放过他，也有飞弹打到那个黎巴嫩所以大家就在讨论说，过去以色列他有一个就是对不起，我要用这个纳粹的德国希特勒的那个名词叫做生存空间 Lebensraum。那他们就觉得说我要有奥地利，我要有什么，我才能够觉得安全感够。那以色列大家都觉得说，他好像需要有加沙，需要有这个戈兰高地什么，哇，现在也要黎巴嫩南部的一部分。那还有人对不起，还有人认为说，他会不会连传统的伊拉克按照圣经里头的生存空间他都要？所以这个才是大家比较担心，就是你奈唐雅胡到底你为了你的保守派想要的那个地，是不是圣经里头那么大一块地都要？那这样的话，那美国的这个川普继续支持他是没完没了了。所以常常有人说以色列的野心很大。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除了关心美伊开战之外，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回到亚洲。好，因为呢发生了一起这个日本自卫官持刀闯入了
中国驻日使馆。好，中方是强烈的抗议。好，那当然，因为昨天是3月24号嘛，就发现1895年3月24号这一天啊，清朝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也到了日本马关来谈判这个甲午战争的停战条件，好，遭到日本的右翼青年开枪暗杀未遂。哇，时间点就这么巧，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哈。好，131年之后，不知道是刻意还是巧合，又有一位日本现役的自卫队少尉，好，叫村田晃大，在3月24号闯入了中国驻日的大使馆，扬言要杀害中国的外交人员，而且有面见中国大使吴江浩，否则会当场的自刎。好，那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强烈抗议哦。好，那当然呢，现在日本的警方以闯入中国大使馆嫌疑逮捕了一名3等陆尉。好，这名男子是陆上自卫队海老野驻地的3等陆尉的村田晃大在如果中华民国看起来就是上尉的阶级。好，那他被控制的时候发现有一把可能是他带进来的刀具哦。那当然大家是严阵以待。好，那警方询问村田为何要闯入这个驻日大使馆呢？那他就说因为有意见想要跟大使来表达。好，那在村田闯入大使馆事件之后东京的警视厅也强化了对大使馆的安全保护，实施了24小时不间断的安保。同时也表示对发生闯入的事件感到遗憾。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则表示会全力的配合日本警方的调查。好，那日本自卫官持刀闯入大使馆，现在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有态度他说严正抗议这一次事情反映的就是日本国内及右翼思潮跟势力十分猖獗。好，那当然这个大使馆也在周二深夜紧急架设了铁丝网，加强安全的措施。那因为我们知道中跟日的关系是持续的在冰点嘛，那现在呢高度恶化，那日本本年度的外交蓝皮书的草案也预计要把对中国的关系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降为重要邻国。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说日方如果真的想改善这个中日关系就要恪守中日4个文件，还有自身所做的承诺，甚至要尽早的撤回涉台的错误言论。好，那现在日本有前社会科的老师他就说课堂上讨论到日本侵略，很多的学生都认为日本的战争是错的但是老师会说当时日本经济非常困难，所以如果不去中国东北，不侵略中国，日本就没办法生存，反而会被殖民当然有人就觉得在洗脑学生好，那韩国这边外交部就有发声明说就日本政府审定透过的涉独岛、领土主张等高中的教科书，他们强烈的抗议，而且要日方纠正。好，声明也补充韩国政府对于部分教科书淡化日军慰安妇还有强征劳工的问题来歪曲表述，他们也表示遗憾。好，那现在日本的防长对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有关日本自卫队将支援美国的言论，我们来听他怎么讲是因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宣称高市早苗有承诺要由自卫队来提供支援。不过呢，木原忍内阁这个官房长官说不存在这种承诺的事实，等于是打脸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嘛那现在呢，看看这日本他们新闻网21、22号有做民调，那因应伊朗情势那当然是否应出动自卫队前往当地，就有9%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在停战前派遣，但是有32%认为应该在停战后派遣，那认为不应该派遣的比例是最高的，达到52%。谁都不想减弱这场战争嘛，这场战争又不是跟我们打也不是大家去挑衅，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去挑衅的嘛，所以看出来目前日本对这个部分是有一些态度的。好，那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包含是这个暗杀事件的部分大家也是讨论度蛮高。我们先问永明教授，日本这边确认这一位自卫队现役，在九州地区现役，23岁，我们叫上尉，他其实是少尉那是自卫官，也就是一个军官。那他从隔壁4楼的房屋翻墙过来，然后呢被发现到之后呢，他把刀子丢在一旁，然后呢被这个确认，所以等于是人跟这个刀具都现场被逮捕。那当然第一时间就交给日本的这个警方。那现在确认他的这个身份，日本的官房长官叫木原，他今天早上就公开的说，非常遗憾，
会加强相关的安保。然后呢，在网络上开始就有一些民调，这个时候啊，加上刚才提到的，就是他们的外交皮书当中谈到对中关系，不再是以前讲说是最重要的对中关系，因为中国大陆这一阵子在开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时候呢，80个来自于国际的重要企业的高层都没有日本，去年还有4位日本的这个企业，所以就表示说中日关系现在其实越走越严峻。那然后呢，在网络上做了这个民调，可是呢，还是有将近55%的人现在是担心日中关系的走向。那有45%人是说不完全不担心，或者是不太担心。所以我觉得民间的反应跟实际上政治的走向还是不太一样。那你看到他们针对派遣军队前往就是波斯湾，基本上根本不可能，不会做这个事情。他做了一个前提就是除非停火，我们在考虑是否要派遣去协助日本的船舰，因为根本跟别的国家一样，这根本就是送死联盟，怎么会去参与到这个问题？可是中日关系现在走到这个情况，今天呢，在日本方面，几乎在这个同一个新闻旁边就有另外一个新闻，中国南方广州机场2名日本人被拘禁，因为税务问题，没有多讲没有多讲。那好像有一点说，你看中国在拿这个东西在报复日本了。事实上我去看了中文的这个报道，那是有这个差不多1个小时之前的一个新闻，是这2个日本人有持毒品。那这么具体的东西，在日本就说是税务问题，因为都是广州机场嘛，除非他有4个人，所以不会是。因此你就看到日本的媒体在这个事情的报道上，整个政治社会氛围显现出现在中日关系的这种紧绷。不过我要提醒各位，这当然也跟川普执政以及他去鼓动全球这种右翼思潮、右翼政权的崛起。你看像是阿根廷，你看像是意大利，你看像是高市早苗在日本然后他带来的这个风潮呢，也引起媒体的注意。那政治人物呢就运用，然后呢挑拨这个东西。同时，特别在日本，没有想象到的就是在高市解散国会，获得这么大的这个支持。可是现在你看到，当川普在打伊朗战争节节败退的时候，其实全世界的右翼政权开始在衰退了。但是日本可能是最后一个去了解整个国际的现实已经转变，因为他们面对的可能是在面对中国跟日本、韩国的这种反日，而更激起日本的反中的这种情绪。现在这种反中反日的情绪短期之内真的几乎是很难去化解，是可能还会越演越烈是。好，舰长怎么看？我们看要影响一个国家或者是社会的走向，最根本的就是更改教科书的内容。那这一个部分呢，在日本以及在台湾其实都已经萌芽了。那也就是说，日本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在的状况，台湾呢，也就是被人家讲成自然独世代。自然独世代不是30几岁40几岁的也已经是经过教科书改变之后变成了自然独。那这一个以日本来讲，它的教科书原来应该是侵略中国，可是他们现在改成什么？改成叫做进出中国。进出跟侵略其实有非常大的不同，也因此那其实日本呢，那个就成为了极右翼的一个温床。那大家都觉得，年轻人都觉得，其实为什么我们是自卫队啊？我们应该是军队啊！所以他们说他们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可是他们在第2次世界大战到底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他们的年轻一代并不清楚，因为教科书没教。然后等到进入社会之后，又变成牛马，又变成社畜的，更没有时间去看这些内容。那当然，经过这些政治人物的推波助澜，当然也是如此啊。那我们讲到说，现在这个自卫官做的事情啊，那其实跟高市早苗的胜选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年轻一代的人觉得，其实我们要支持高市早苗，只有高市早苗才能说出我们自己的心声。所以这一个自卫官挑了这个时间，这绝对是挑的这个时间直接的进入到中国的大使馆但是他们说现在要加强
那个警力。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与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有违呢？你原来是不是就应该全权的负责？那如果你不愿意这样负责的话，那其实那也就代表了那中日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还糟得多，更差。那对我们不要说有太多的这一些黑暗的思想，说这个是日本故意的，那倒不至于。那但是呢，大家都觉得现在这个时刻，每一个人都透过自己的社群媒体，然后想要红个15分钟。那红这个15分钟，那这个自卫官就做出这个事情来，未来会不会有更激烈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继续观察。郑胜教授怎么看这起事件？我想啊，很简单，就是说你今天日本的这个右翼的兴起啊，然后刚刚讲教科书，其实跟美国这个川普在搞的这个批判过去这个觉醒主义的问题有点类似。日本是没有经过这个，日本就过去2次大战之后，他其实是蛮低调的，认为他做错事了所以那个教科书大概就是我们讲的侵略了中国这一些。那美国的情况是说，过去美国好像白人至上，所以经过了60年代这个民权运动之后，大家说哇，其实美国前面的历史蛮黑暗的特别剥削了这些少数主义跟那个黑奴等等，所以就有修正嘛。所以但是呢，白人川普这些就受不了，说没有这回事。他说我们以前19世纪的历史很光荣，其实你是踩在印第安人、踩在这些少数族裔的身上所建立出来的。那觉醒主义就是把这个要把它重新恢复，就认为60年代以后的教科书修正多元主义，他们不喜欢多元文化主义。那我觉得日本现在也是觉得说，好像过去的变成一个比较道歉的文化，他们没办法接受。但是呢，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科的这个教师讲的是最没有道理的。为什么？他说，如果日本今天当时经济情况非常糟糕，如果他今天不侵略中国，很可能会沦为殖民地。对不起，你讲这个话，日本侵略中国是1次大战之后，就是2次大战之前嘛。2次大战1939年，它是1937，甚至有人说1931。1次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的总统威尔逊已经讲到要民族自决，已经没有新的殖民地了。大部分的殖民地，亚非的殖民地、中东的，都是在就是1次大战之前，特别19世纪末期。就是我的意思，你今天讲的这个事情，时空背景根本就不对，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威胁到大家没有人在1930年代还会去拿别人的地方，已经没有了。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不侵略，而且这样子讲也不合理，就是说你自己的经济不好，那你不侵略中国，然后别人就会被别人拿掉。那我要问是谁会打你的？难道是美国吗？美国是最讨厌殖民地的当时威尔逊提出来，难道是俄罗斯吗？我觉得俄罗斯好像也不会觉得在日本有什么想象的空间。那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嘛？中国那么落后，在当时怎么可能对日本造成威胁？所以我不晓得他在讲什么。那这个我是认为说，日本人今天面对他的教科书你不要再去编理由，就诚实以对。